终于来到了要搬家的这一天，今天就要准备离开温哥华了。上一个我去 Edmonton 面试的视频，我有提到我在 Edmonton 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，而且我也答应了他们，我10月份要搬过去，所以时间就来到了这一天。不过呢，那个 vlog 发现有很多观众可能有很多疑问，为什么我要搬家？我搬家了以后，俊仔要跟我一起吗？故事从今年2月份我做的那个访谈开始说起吧。如果你看过那个访谈，你大概就会知道我们的背景故事。其实这个决定是年初的时候我就有了，当时我打算今年的10月份的时候，真正的开始一个人生活，让自己经济独立。所以机缘巧合，10月份我就要去 Edmonton 了。我很感恩我有一个我喜欢的工作，我也很感恩这一整段时间以来，俊仔一直都在帮我，他也一直都蛮支持我的各种决定。所以现在就是我们不得不说拜拜的这一天了。这4、5天以来，我都是在家里打包行李，我发现我东西还真的蛮多的。好累啊！这里看起来呢像是一堆衣服和垫子，其实呢，这里面包了我心爱的显示器。这个垫子下面呢有4个我的 prints 从墙上取下来的。这一边，这其实真的都是最大的托运箱，国际行李托运箱。这边全是我的咖啡器具。咖啡器具最贵的我都留给俊仔了，比如说我的 key grinder 和我的 R58，我全部留给俊仔了。这些都是一些小滤杯、滤纸，没有喝完的咖啡豆，发现真的还是蛮多的，好可怕。然后我的桌子已经全部移走了，我把植物拿了一个灯走，所以这边的植物移到了这边来。俊仔的话，他想把他的桌子移下来，所以以后这个地方就是俊工作的空间。1、2。有一些零零散散的植物，俊是绝对不会照顾的，所以我已经把他们该送的都送给了朋友，所以剩下的一些就看他们的造化了。然后这个柜子我也把它们塞满了，直接拿走。2箱书，我的台灯，现在这里也空了。我希望我的车可以把它们全部都装下，我就不用寄了，因为寄起肯定也很贵。这在干嘛？在往里面塞，边边角角塞东西，这里还可以继续塞。为了保护个台灯不容易啊。我和俊其实这种相处模式，我们俩已经是彼此的舒适圈太久了。我的人生理想就是不劳而获，所以我已经完成了这个理想。I have to move on 。其实离开自己的舒适圈，对我和对他来说都会有一点困难。对我来说，当然就是我自己的经济压力，所有的事情大到小都得自己来，自己要算自己能赚多少钱，肯定是不会有现在这么舒适的物质生活。但是 it's okay， 慢慢来。我相信，虽然生活有点难，但是只要往前走，一定就会更好的。对俊来说也是一样，他已经太习惯有我在家里的陪伴了，太习惯做很多事情都是跟我一起了，所以一旦我不在他身边，一旦他身边没有人，他就需要花很多时间来调整适应一下自己到底喜欢做什么。我觉得这对我们俩来说都是一个还蛮好的事情吧，可能离开对方都会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。这4、5天以来，我都是在忙着跟各个好朋友说再见啊！我真的发现当我在离开温哥华的时候，回头看，我在这1年之内，我交到了好多非常好的朋友，大家都是有共同爱好话题，大家也都是真的是在真心爱我的朋友。我觉得我真的很幸福，我觉得我真的是在被这个宇宙眷顾了好多。可能我离开俊仔给他带来的唯一财富就是我们的共同朋友吧。好像我也不值什么钱了。拜拜，咪咪。拜拜。Yes.
因为这是 Steely 去的行李和家具还挺多的，所以我准备开车去 Edmonton。从温哥华的 Edmonton 开车需要12个小时，所以我们准备分2天开。今天我们准备开7个小时，然后到 Jasper 附近的一个旅馆休息，然后明天我们再开5个小时过去。这次呢，我会陪 Steely 一起去 Edmonton， 周末呢就陪他看看房、看看车、搬搬家、装装家具。平时白天我可能还是要在旅馆工作的。等帮他差不多安定好以后，我一个人再开车回来。那我们走吧。到旅店了，今天开了7个多小时吧，7个小时，在一个叫什么 Belmont 的地方，有点饿，早上一人吃了一个 cinnamon roll，现在去吃饭了。今天的日落居然这么美！刚刚那个服务生看我在那个窗户旁边拍日落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：“哦，另一边的方向更美。”然后我就冲出来了，结果真的很美。Lucky， 好美啊！好了，我现在要回去大吃一顿了。今天继续开往 Edmonton。我看到了雾猴！今天开了5个小时，现在是下午3点，我们终于到了 Edmonton。我们还没有 check in， 但是我们现在要去看房，有2个房要看，然后我们再去 check in。第一个房他好像跟我说他还在刷漆，但是他的空间很大，他的厨房很大。不过缺点是他这一间房他没有 cover parking。如果没有 cover parking 的话，就意味着冬天我要自己铲雪，把我的车挖出来。我还不太了解这边所有房的那些行情和实际的感受，所以就是这2天先疯狂的看房，有什么房看什么房。Let's go。So your tires will get really hard. And I'll picture their paintings too, so that's some painters. 刚看第一个房，这个房它所在的区域位置还蛮好的，它就在最热闹的 Strathcona 那一片的附近。我喜欢那个房特别明亮，但是它的缺点是西晒，所以它房间里觉得很热。不过它有阳台，然后它是顶层4楼，所以也不会担心楼上会有人很吵。因为我原来住过那种楼上很吵的，真的很烦。那个房子很旧了，那房子今年已经50年了。不过好处是它重新整个好像有装修过一遍，里面看起来还不错。就是整个能场整个 vibe 觉得就挺舒服的，因为它很明亮，所以我其实还蛮喜欢那一间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去看第2间。刚刚那一户在一片很老很安静的区域，那一间房子是朝着东边，所以整个房间现在显得就特别阴暗。然后它的厕所、它的卧室的给我的感觉都是挺阴沉沉的，有点那种潮湿阴沉的感觉。然后它的厨房也很旧，它没有微波炉。然后它厨房下面的那些柜子啊 ，I don't like it。它没微波炉？没有微波炉。哦，我没注意到哎。怎么可以没有微波炉呢？没有微波炉我会死啊！但是那个房子唯一的好处呢，就是它有一个 underground parking， 所以不用铲雪。但是它那个 parking 离那个门也太远了吧？对，然后那个房，所以我是肯定不会选的。明天有几间我还蛮期待的房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去 check in 我们的 Airbnb， 把这后面的一些可以放的东西放一放，然后晚上去带俊仔吃一下好吃的。有云之南吗？好像有云之南，我不知道 ，Let me check。
的 Airbnb 巨大无比，这样可以给我放一些东西。Edmonton 的房价是真的蛮便宜的，所以这个 Airbnb 也挺便宜的。今天压力有点大，然后发现我的脖子上面长了很多过敏的东西，4年前长过的，4年以后卷土重来。这是一辆2021年的卡罗拉，还蛮新的。我们现在坐在一台2022年的卡罗拉。But I don't know, but we have a Telus deal. Oh, okay. This floor. I actually just redid the bathroom flooring. That bathroom flooring is brand new. 对啊 ，Steely 啊，就一直都是想要当一个很坚强的人，想要当一个觉得自己很强的人，所以才会给自己起名叫 Steely 嘛。我不允许自己表现出任何脆弱。现在我要去我的新公寓拿钥匙，然后把东西搬进去。今天俊仔请假了，他帮我一天，谢谢俊仔哟。